第1章，意外的来访。下午2点，北郡河洛市某高楼大厦的某层，程峰坐在电脑前，面无表情地盯着荧幕。自从公司宣布部分裁员并减少行政开支，他的生活便陷入一片混乱。被要求在家办公，不仅要随时待命，还得处理各种突如其来的任务。他的心情像被压缩的弹簧，随时可能崩溃。叮咚，门铃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谁啊？程峰有些不耐烦地问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向门口。门一开，他的呼吸猛然停住了。眼前的人让他感到一阵头皮发麻。怎么？是不是没想到会看到我？门口站着的是他的前女友李文文。他笑得有些狡黠，手里提着行李箱。程峰愣了几秒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文文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李文文瞟了他一眼，笑意更深，我家漏水了，得修好几天，我暂时没地方住，所以就来投靠你了。什么？你来住我家？程峰的声音猛然拔高，这不合适吧？咱们已经分手了。哎呀，分手又怎样？我们曾经那么熟，而且我还有你的很多珍贵回忆呢。李文文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故作轻松的晃了晃。程峰感觉头皮一阵发麻，他口中的珍贵回忆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，而是他当年追他时那段幼稚、愚蠢甚至丢脸的视频和照片。如果这些东西被公开，他在公司里的形象会毁于一旦。程峰的思绪飞速运转，内心挣扎了片刻后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好吧，你可以暂时住几天，但你得守规矩。李文文点点头，拖着行李箱毫不客气地走了进来。程峰坐在沙发上，盯着李文文忙碌的背影，他毫无顾忌地翻看着他的冰箱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熟悉而自然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。你打算住多久？程峰忍不住问道，语气里隐含住警惕。暂时还不知道，得看修房子的进度。李文文随口应道，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，随手扔给程峰。程峰接过啤酒，微微皱眉。这段突如其来的同居生活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，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觉得未来充满了未知的风险。第2章，尴尬的直播。程峰早早的起床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作为一名资讯工程师，他的日常工作离不开电脑和各种程式语言，这让他可以在家办公。然而今天一切却似乎不那么顺利。程峰，开门！一道急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程峰一边穿好衣服，一边走向门口，心想，这么早会是谁呢？他打开门，见到老板王总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台摄像机，还有一个技术人员陪同在侧。程峰的心猛然一沉。王总，这么早有什么事吗？程峰强装镇定地问道。公司要求所有居家办公的员工进行一场家庭直播，展示居家办公的环境与效率。王总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。直播？程峰愣了一下，这有这么必要吗？当然，王总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这是公司高层的指示，我们需要向投资人展示，我们的员工在家依然可以高效工作。程峰心中一紧，这种情况下，李文文的存在无疑会增加麻烦。他连忙开口，那我现在就准备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直接进去就行。王总打断了他，直接带着摄影师走进了屋内。程峰的心凉了一截，他迅速环顾四周，希望李文文还在房间里。然而他刚这么想，李文文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手里还端住早餐。早啊，程峰。李文文笑着打了个招呼，然后看见了王总等人。咦，这是？王总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但随即恢复了镇定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。程峰急中生智，这是我妹妹，刚好来河洛有事，暂时住我这里。李文文微微一愣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笑着配合道，是啊，我只是来这里暂住几天，打扰了。王总似乎没有多想，只是点了点头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展示一下你的工作环境。直播正式开始，程峰尽力掩饰内心的紧张，一边操作电脑，一边对住镜头解说工作内容。然而李文文却不时插话，还特意提起一些尴尬的往事。程峰，还记得你当初怎么跟女孩表白的吗？那真是经典。李文文故作不经意的提到。啊，这个不说了吧，现在说工作。程峰心里叫苦不迭，却只能硬住头皮转移话题。可李文文似乎故意不让他好过，随手打开手机，播放了一段录像。录像里的程峰拿着玫瑰花，满脸羞涩的站在大街上，
对住镜头表白，言辞浮夸而做作。这只是个意外。程峰浑身僵硬，脸色涨红。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开始狂笑，留言板上充满了调侃与嘲笑的语句。程峰的老板王总也不禁嘴角抽搐，眼神中满是戏谑。直播结束后，程峰无力地坐在沙发上，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同事和老板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李文文这个麻烦制造者。别这么沮丧嘛，只是开个玩笑。李文文坐在他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程峰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心想这场闹剧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第3章家庭健身教学。程峰早上醒来时，整个人仍处于昨天直播带来的尴尬情绪中。他迅速洗漱完毕，打算开始一天的工作，希望这一天能够平静的度过。然而李文文却似乎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。程峰，你知道吗？在家里办公久了，身体会缺乏运动，我们应该多多锻炼。李文文笑着走到他的面前，手里还挥舞着2个哑铃。锻炼？程峰皱眉，我不需要这个，我有工作要做，别这么死板嘛，适当的运动对你的工作也有帮助。李文文笑得更加灿烂。程峰无奈，只好勉强应付。那你自己锻炼，我继续工作。李文文却不肯罢休，他突然走上前，抓住程峰的手，硬是把他拉了起来。不行，作为前男友，你有义务陪我一起锻炼。哎，你放开！程峰一边挣扎，一边抗议道，这算什么锻炼？我不参加。李文文不顾他的抗拒，硬是把他推到一个瑜伽垫上，开始逼住他做起了伏地挺身。快点，再来一个！这么久没运动，体力退步了不少啊。李文文站在旁边，带着明显的调侃语气。程峰气得满脸通红，但又不敢发作，只能硬住头皮做了一组伏地挺身。他实在没办法理解这个女人的想法，她究竟为什么要折磨他？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公司的一位同事发来的讯息。程峰，你的直播又开始了。程峰猛然一惊，立刻转头看向客厅的摄影机，发现王总果然正在开启另一场直播，而且这次直播的观众人数比昨天更多。留言板上已经有不少人开始讨论他和李文文的健身课程。这下完了，程峰心中暗自叫苦，直播间的观众们显然误会了他们的行为，纷纷开始留言称赞这场家庭健身教学，还有一些观众要求程峰展示更多的健身动作，甚至有人提出要学习一些双人合作的健身技巧。程峰哭笑不得，但面对老板的压力，他也只能硬住头皮继续表演。李文文倒是很享受这一切，他开始设计更多的健身动作，甚至拉着程峰进行一些搞笑的双人配合。程峰只能跟住他的节奏，做出各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动作。这场荒诞的健身直播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在观众们的欢笑声中结束。直播结束后，程峰无力地靠在沙发上，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疲惫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控制，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闹剧。你看，多么成功的一场健身教学啊！李文文依然笑得那么灿烂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他的一场游戏。程峰无言以对，只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泥沼。这个女人究竟想干什么？她到底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？第4章曲终人未散。自从那场荒唐的健身直播后，程峰的心情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，每次门铃响起，他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到一阵紧张。今天门铃又响了，程峰深吸一口气，慢慢打开门。门外站住的竟是他的老板王总。王总目光深沉，一见到李文文便露出震惊的神色。你是文文？王总疑惑道，声音里满是惊讶和怀念。李文文愣了一下，随即勉强的笑了笑。表哥，好久不见。程峰站在一旁目瞪口呆，他根本没想到李文文居然是王总的表妹，而这一事实竟然之前没有被揭露。当程峰第一次与王总在视频会议中介绍李文文时，王总只是匆匆一瞥，便以为他只是程峰的朋友。原因无他，王总近年甚少与家族联络，当时表妹李文文还是一个戴着眼镜、留着齐额短发的青涩少女。多年后的李文文，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让王总完全没有联想到昔日的那个小女孩。但当他在这次见面中真正与李文文面对面时，王总一眼便认出了她，因为那双眼睛和当年的一模一样。王总看向程峰，
语气里充满怀疑和责备。程峰，为什么这些天你都没有告诉我这件事？程峰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他也无法解释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个关系。就在他一片茫然时，李文文接过了话。表哥，我当时只是觉得不必多提，我家里出了点事，所以暂住在程峰这里。程峰还想解释，但王总却打断了他。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文文，你就搬回我家住吧，你也不用再打扰程峰了。李文文沉默了一下，然后低声说道，表哥，我不想回去，我只想过一些平静的日子，而程峰，他对我很好。王总瞪大了眼睛，脸色阴沉，满心不解地看住李文文。文文，你真的打算留在这里吗？李文文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。当天夜晚，程峰的公寓，李文文坐在沙发上，静静的翻着一本老旧的相册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怀念的神情。程峰在厨房忙碌住，尽量避免与他有过多的接触。程峰，李文文突然开口道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吗？程峰一怔，回头看向他。那次约会曾经是他心中最美好的回忆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份回忆也变得模糊不清。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江边散步，看住月亮。程峰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怀旧。李文文点了点头，眼神柔和，那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一个夜晚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没忘记你。程峰心中一颤，抑制不住的走近了他。文文，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？李文文轻叹了一口气，将手中的相册合上。因为我们都太年轻，太自以为是，以为生活永远不会改变。他抬起头，目光与程峰相遇。但现在，我想重新开始，你愿意吗？程峰的心中波涛汹涌，他深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再错过，或许就真的回不去了。他缓缓点了点头，眼中透着坚定。文文，我愿意。李文文微微一笑，眼中泛起了泪光。谢谢你，程峰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失望。两人静静地坐在一起，重新感受到彼此心中的那份温暖与真诚。这一次，他们不再是曾经的自己，而是经历了世事变迁后的更加成熟的自己。王总得知他们的决定后，虽然一开始有些不解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并在心中默默祝福住两人，并决定支持他们重新走到一起。他们站在夕阳下，望向未来。这次他们决定不再让任何事物干扰他们的幸福，而是一起迎接每一天的挑战，重新开始他们的爱情旅程。程峰，你这次可别想再跑了，这辈子你只属于我哦。如果您觉得故事内容还不赖，还请您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